欢迎来到咱们这次的深入探讨。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你可能挺熟悉，但是在学中文的时候啊，经常被放到次要位置的一个东西，就是书写。是的，好像听和说总是排在前面。很多时候是吧？你可能也觉得学个语言嘛，尤其是中文，好像重点都在听和说。对，觉得能交流就行，这个写字儿好像没那么重要。或者觉得太难了，投入回报不成正比。对，或者就是为了考试才练练。会不会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去一笔一画的写，有点儿不太值？确实很多人有这种想法，但是啊，你分享的这些材料，它恰恰对这个普遍看法提出了挑战。他们引导我们去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练习书写真的只是为了多掌握一项技能吗？或者它其实是你提升中文整体水平，包括记忆力甚至思维方式的一个被低估的秘密武器。这个说法有意思，秘密武器。所以啊，这次我们就根据你提供的这些资料，一起好好剖析一下书写到底怎么影响我们对词汇和语法的记忆。对，它是不是真的能帮你更像母语者那样去思考，写和说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手写和打字哪个更适合现在的你？以及如果决定要练，有哪些真正有效的方法？好了，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这次的分析。好，首先啊，我们来看第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发现，就是动手写字好像能让单词和语法记得更牢。你肯定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花很多时间背单词列表，感觉记住了，但过几天一用，想不起来了。太常见了。但这些分析指出，书写这个动作本身好像有种特别的力量，能把知识刻得更深。对，这个背后其实是有它的认知科学道理的。简单来说，书写不仅是眼睛看、嘴巴念，它调动了你更多的感官和认知资源。你想想，当你动手写个汉字时，你不只是在识别它，你是在重建它的顺序，甚至想象它的形态。然后写一个句子的时候呢，你得主动从你的记忆库里，就是说去调取合适的词汇和语法规则，再把它们组织起来。是一个主动的过程，非常主动。这个过程对比只是被动地看或者听，是一种更深度的编码活动。像你刚才说的刻进去一样，这个主动提取和应用的过程，它大大强化了大脑中的神经连接。所以记忆效果自然会更好，也更持久。这不只是重复，这是在主动构建。所以说，不只是咱们老话说的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而是书写这个行为本身就在迫使大脑进行更复杂的加工。可以这么理解。那材料里提到的一些具体方法，比如写日记、写总结，听起来就不只是为了练习写作本身了。完全正确。那些建议，比如说用中文写日记，记录点生活小事儿，或者读完一篇文章，学完一个单元后，用自己的话写个小结，甚至尝试写点评论、随笔什么的，他们的核心价值都在于创造这种主动运用的机会。他们就是强迫你把那些被动吸收的知识转化成主动输出的表达。这时候你就不是仅仅记住这个词是这个意思，而是在实践我该怎么用这个词，怎么构建这个句子。这里面有个关键点，就是这种主动构建的过程，帮你把那些孤立的知识点给它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这样就更不容易忘记了。从知道到会用，书写好像真的是一座重要的桥梁。没错，这就引出了下一个我觉得更让人好奇的观点，就是说写中文有助于培养所谓的中文思维。这个确实很关键。你可能也有体会啊。刚开始用中文交流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常常先用母语，比如你熟悉的越南语，想好，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成中文？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结果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东西，总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咱们常说的那个翻译腔。对，不地道。这些分析就认为，写中文练习能修正这个过程，让你慢慢学会直接用中文的模式去思考和表达。这点，真的挺颠覆认知的。事实是这样，这其实触及到了语言学习的一个核心目标，就是说，你不仅仅是用中文来传递信息，而是能够真正的浸泡在这种语言的思维方式里面。浸泡。对，
口语交流的时候，因为需要快速发音嘛，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依赖那些最熟悉、最简单的句式，或者呢，直接套用母语的表达习惯。是的，这个思维转换的过程往往是模糊的，甚至可以说是缺失的。但书写就不一样了，它给了你相对从容的时间去构思，但同时呢，它也对逻辑和结构的严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你坐下来，想要用中文清晰地表达一个稍微复杂点的意思时，你就不得不去思考，这个词儿用在这儿地道吗？这两个句子谁先谁后比较好？中文通常是怎么组织段落的？必须得想这些。这种时候，你就很难再简单的把母语的句子结构直接翻译过来了。对，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有意识的、刻意的练习用中文的内在逻辑去组织思想。你反复这么做，大脑就会逐渐熟悉并且适应中文的表达范式和思维逻辑，潜移默化的改变。对，长期坚持就能帮你逐步摆脱对母语翻译的依赖，让你的中文不管是说出来还是写出来，听起来、看起来都更加自然、更加流畅。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放得更宽一点看，这其实关乎你把中文内化到了什么程度。它不再仅仅是你学会的一门外语，而是开始成为你理解或表达世界的另一种方式了。哇，听起来这个写作就像是在大脑里为中文重新铺设轨道，让思维能更顺畅地在上面跑。这个比喻挺形象的。不过这自然就带来了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很多学习者可能会想，我花这么多功夫把书面语练好了，那我的口语就一定能跟着变流利吗？问题就很现实。毕竟写可以慢慢想，字斟句酌，但是说要求及时反应啊，这两者能直接划等号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是很多人的疑惑点。材料里的分析也承认，书写和口语，它们虽然共享着大部分的词汇和语法知识，对，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技能，应用场景和对大脑的要求很不一样。口语要求的是快速的信息提取和及时组织，而书写呢，更侧重精确表达和逻辑构建。一个快，一个准。对，可以这么说。所以答案是不能直接划等号，不能期望说我通过大量的写作练习，我的口语就能自动变得非常流利。一个可能笔下生花的人，在需要快速即兴发言的时候，仍然可能会显得有点犹豫，或者表达的不够顺畅。那这样说来，对于那些急着想提高口语能力的人，花时间在书写上，是不是有点远水解不了近渴？这个不能这么绝对的看。虽然书写不能直接兑换成口语流利度，但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地基的角色。打地基。你想啊，通过写作练习，你反复揣摩了词语的精确用法，你仔细推敲了句子的结构，你对哪些表达是地道的，哪些是别扭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理解更深了。所有这些都沉淀为你更扎实的语言功底。这个扎实的基础会极大地提升你口语表达的那个上限和底气。底气这个词好。对，虽然你仍然需要通过大量的听说练习来提高调取这些知识的速度，让它变得自动化。反应速度。但至少当你开口的时候，你脑子里的素材库是更丰富、更准确的。你知道自己可以说什么，怎么说才是更合适的。所以书写更像是提升语言的内功和精确度。而口语流利度呢，则是在这个基础上训练知识的反应速度和应用技巧，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我明白了，就像是书写帮你准备好了高质量的食材和菜谱，而口语练习就是训练你如何快速熟练的把这个菜做出来。这个比喻不错，两者都不可或缺。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每天都在用键盘和手机打字。是的。那你觉得学中文，特别是学习那些复杂的汉字，是坚持传统的手写更好呢，还是应该顺应潮流，多用打字练习？这确实是，当下学习者普遍会遇到的一个纠结点。这些分析也探讨了这两种方式的利弊。一方面，传统的观点，尤其是针对初学者，或者说需要强化汉字记忆的人，非常强调手写的价值。对，好像都说手写记得牢。是的，当你一笔一画地去写一个汉字，特别是在意笔顺的时候，你不只是在看，
你的手、你的肌肉也在参与记忆。这种结合了视觉、动觉的多通道输入，被认为能让你更深刻地理解和记住汉字的结构，区分那些形近字。可以说，手写是在解构和重构汉字，那个印象会更立体。是的，好像手写更能体会到汉字作为一种图形文字的特点。但另一方面，打字它确实快得多啊，也更实用。的确，打字不管是你用拼音还是五笔或者其他输入法，它的优势就在于效率和实用性。对，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书面沟通，邮件、信息、报告、社交媒体，基本都是通过键盘完成的。没错，熟练打字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技能，而且打字练习的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训练你从读音或者字形部件快速联想到对应的汉字，然后在好几个选项中准确地识别和选择出你需要的那个字。这对于阅读和快速书面输出很关键的。对，选字也是个能力。那么该怎么选呢？这些分析似乎在暗示，最佳策略可能不是非此即彼，而是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来量身定制。怎么说？比如你在学习新字、难字，或者需要特别加深记忆的时候，动手写几遍，效果可能会更好。而对于日常的交流、完成写作任务，或者需要大量输出的时候，那打字显然更高效。关键在于理解这两种方式的不同侧重，然后根据你的学习阶段，你是刚开始认字，还是需要提高写作速度，还有你的学习目标和个人习惯，有意识地去组合使用它们。听起来很合理，就像是根据不同的烹饪需求选择不同的厨具。对，是这个意思。了解了书写的好处，也探讨了手写和打字的选择。那接下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具体该怎么练呢？对，方法很重要。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忙碌的现代学习者，有没有一些既有效又容易融入生活的方法？知道了重要性，还得有可行的方法才行。这些材料确实提供了一些非常接地气的建议。快说说。第一个，也是最容易开始的，就是写日记。写日记？对，别把它想得太复杂，不需要长篇大论，也不用追求什么文采飞扬，就用你当下会的中文记录每天发生的小事。比如，今天我去了公园，我学习了3个小时中文，晚饭吃了饺子，就这种。简单的就行。对，从简单的句子开始，慢慢尝试加入新的词汇和更复杂的句式。重点是养成习惯，哪怕每天就写几句。这个听起来门槛不高，主要是坚持。还有别的吗？第二个，稍微进阶一点，是写总结或者感想。比如你读了一篇中文文章，看了一部中文电影，或者上完一节课，尝试用你自己的话，用中文把它的大意复述出来，或者写写你的看法。这个练习输出。对，这不仅能帮你梳理和巩固信息，还能非常好地锻炼你用中文组织思路和表达观点的能力。这其实就是在实践咱们前面说的那个主动提取和构建联系。有道理。第三个，非常贴合现代生活，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或者其他平台写点短的状态、短评论或者小短文。像发朋友圈？对，尝试用中文发个朋友圈，给别人的帖子写个简短的中文评论。或者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开个小博客，用中文记录一些你的想法或经历。这个好，比较轻松。对，这种方式更轻松、更随意，反馈也可能更快。比如朋友的点赞或者评论，能让你在日常互动中不知不觉地就练习了写作。这些方法都不错，感觉把练习化整为零了。但有个问题，自己写会不会容易自说自话，意识不到错误？你说到点子上了，这就触及到了材料中强调的另一个非常关键的点。虽然他没有细说具体怎么做，但提到了它的重要性，那就是寻求反馈。反馈？对，你自己练习固然重要，但如果能有人帮你指出问题，比如说语法错误、用词不当、表达是不是自然等等，你的进步速度会快得多。那找谁呢？这个人可以是你的老师、语伴，甚至是网络上的语言学习社群。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资源，主动分享你写的东西，并且请求反馈，然后根据反馈进行修改和反思，这是让书写练习效果最大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反馈的练习，效果真的会大打折扣。明白了，练习本身很重要，但有效的反馈就像是脑道仪，能确保你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关于中文书写的这次深入分析，我们聊了很多了。收获不少。我们一起看到了，书写它原不只是把字写对、写工整那么简单。对，它是加深词汇和语法记忆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是一个主动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过程。更令人兴奋的是，它似乎真的能帮助我们塑造中文思维，迫使我们用中文的逻辑去构建表达，从而减少母语的干扰。对，这个塑造思维很有启发。虽然说写得好不一定就能说得溜，但扎实的书写基础无疑能为你口语的准确性和深度打下坚实的地基。是根基。而在手写与打字之间呢，关键在于理解它们各自的优势，并根据你的需求灵活运用。对，结合起来用。那么，所有这些信息汇总起来，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嘛，我觉得这意味着，如果你对学习中文的目标不仅仅是满足于基本的日常对话，而是希望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它，更自如地运用它，那么把书写这个环节提升到你的日常学习计划中，并且有意识地去练习，会是一项极具价值的投资。有价值的投资。是的。它不仅仅是多了一种练习语言的方式，它更像是在为你搭建一个更稳固、更地道的中文思维框架。这个你希望快速深入地掌握知识，追求那些恍然大悟时刻的目标，其实是高度契合的。通过书写，你能更主动、更深刻地去触摸和塑造你正在学习的这门语言。说得真好，触摸和塑造。最后呢，留给你一个问题，也许可以在这次探讨结束后继续思考一下。当我们讨论了书写对于记忆、思维、技能的种种益处之后，有没有可能，当你坚持用中文去记录生活、表达思想时，这种书写行为本身也在悄悄地改变你和中文乃至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会不会让你对这门语言产生更深的情感连接，或者以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去感受它背后的文化底蕴呢？这或许是超越技巧本身，更值得我们去体会的收获。